好，电价，哎呦，到底要涨多少啊？那经济部现在呢就说，你中央看补助我多少钱，你补助我少，我就要涨多啊；你补助我多，我就考虑涨少啊。然后会不会影响你们的什么物价啦啊？什么那另外一回事情，我管不了那么多啊。那现在呢又说哦，平均调幅大概13%，那平均调幅有的可能7、8%，有的可能就是15、20%哦。1350万户会受到影响啊。那经济部他自己啊是说他可以拿到1500亿中央政府给他补助，所以那个时候呢700度以上呢才扩大涨幅。那如果呢只补拨他1000亿哦，涨幅就是13%，有1350万家庭受到影响啊。所以你看呢，他这个现在就希望你中央政府不是有那个税超征吗？那个税来给我啊。那主机厂说不行，这个税我要做不实之这个因应啊，不能都给你啊所以现在还在大家都打这个主意哈。那台电本星期就要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了啊，就要讨论到底涨多少哈。那传出来了说一度是不是涨8块哦？那有的说一度涨13块哦，还有不同的这个用户可能涨不同。今年就说这样好了哈，政府呢1985年的时候，在这个不是2023年的时候，因为他已经亏了1985亿，所以那时候补贴他500亿哦，就给他500亿哈。那目前他的累计亏损是3826亿。那经济部呢说希望行政院给他1000亿的补贴，那行政院还在那边算哦，在算怎么挖东墙补西墙，在算啊。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如果大户年用电量5亿度，而且还在成长呢，他们想要给它调1到2成啊。另外呢，这个会增加10多家大户，那要涨15%以上，除了台积电以外啊，那这些产业要拔他们的毛啊。那所以学者说呢，长期的物价这个指数呢，年增率恐怕会2%啊，会有2%。我们看一下。烤箱一天开8小时不能停，还有甜点柜也是，从开门到关店，只要跟温度有关，就耗不少电力，更不用说冷冻库还有抽风器材等。但下个月电费又要涨，以台北市大安区直店餐酒馆来说，每个月约有1万度电，35000元左右。4月电价估涨10%，用电成本增3500元。如果夏季更惊人，要贵8000多元。老板说目前没有调涨，成本自行吸收，但电价一直变贵不是办法，只能多开源。开发新菜色的方式去做呈现啦，我们比较也不会说考虑用自己原料，蛮难经营的啦，因为现在全部都涨的话，我现在目前开业10年，那是一直涨。用电大户还有旅馆业，上总主席赖正义说，观光旅馆房价每晚恐怕调涨500到1000。观光旅馆工会也说，电价调整明年就会反映在房价上。有很多针对国旅的一些反应，并不是非常的好，认为价钱很贵。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因为诸多的这些成本的调涨，以目前了解，4月电价传出700度以下涨5%，701到1000度涨7%，1000度以上涨10%，工业用电大户涨15%以上，平均调幅13%。超过1000度以上的民生用户，大概只有2%多，所以它的比例非常的低。就是97%以上的电价，其实上是不会是这个样子的。经济部次长曾文生强调，电价调幅还是要送委员会审议，各界讨论才做定夺。其实这个电价上涨真的会冲击到很严重的民生问题哦。包含说我在总咨询的时候，那时候也问行政院陈建仁长说，今年除了电价涨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要涨？那当然他当下是承诺说，除了电价涨之外，其他东西不敢再涨了。好，但是这联动的，但是联动的，你电价涨了，什么不涨了？所以包含后面刚刚提到很多，不管是这个民生消费各项都会涨。那其实我觉得。挂号费也涨了，医院涨啦，然后这个还有未来，我讲真的，像现在我们那时候在地方上推动所谓班班有冷气，这个对未来在学校来讲一定会非常重的负担，对地方政府来讲，对学校来讲，甚至对家长会来讲，它都是一个会叫家长来捐了，一定到时候对家长。台北市全部都靠家长会捐了，但是只有台北市做得到，新北市家长会就做不到。没错没错，台中市也是这样子啊。那我就想说，这个东西，你看，不管是台电，他也讲说，不管是你要给他1000亿也好，1500亿也好，我讲真的，这个都是政府拨补，那还是一样。
都是人民纳税钱，其实涨问题还是一样，你用再多政府预算都没办法解决一件事情。今天为什么电费必须涨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的能源政策有很大的错误，80%火力发电是什么？天然气跟煤炭。这些东西台湾都没有，全部都靠外国进口，所以只要国际上的价钱一涨，那你台电你再怎么样拨补，它永远不够。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政府要去好好去思考，它到底能源政策要怎么调整。不管是你要推绿能也好，你要推核能也好，还是要推就是整个能源政策的转型也好，你不能说好像跟台电做生意的都赚钱，那台电自己在赔钱。这是我觉得今天台电最严重的问题，是整个国家政策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只要跟他做生意的人都赚钱，但是台电自己赔很多钱，这是最严重的问题。都吃台电嘛？对。不，当然他们也有人讲说，哎呀，那法国也都用核电啊，它也涨价。不，没有说你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你核电，你如果这个合理的分配，比如你核电才20%。那基本上它是做机载发电的时候呢，你整个电就算涨不会涨这么多嘛，对吧？你现在通通不用了，你用的是贵的电，绿电啊什么都非常昂贵，而且将来你的问题还来了，你要外销的时候，你那个碳费啊、碳税啊等等，现在都没有建立起来，到底怎么办呢？那些工厂很惨了，现在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好哈。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呢，他现在还要去跟民间的这种绿电公司签约，未来10年一签就要10年。他说每年他这个公司要多200亿，10年就多2000亿。一个民间有几个公司能够承担这样的这个压力哈？真的都蛮惨的啦。哦，凤馨，我觉得台电呢要涨价这件事情啊，当然涨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民进党算得很精，就是呢，他现在如果不涨的话，他迟早有一天台电的财务承受不起。很多人说，现在台电的价格，因为它事实上就是亏很多的钱，所以如果不是这个消费者买单，就是纳税人买单。我要告诉各位，不是，现在台电根本就是我们后代子孙买单，因为它就是用大量的负债，它的负债比高达95%，以一家公司负债比高达95%，这种公司其实如果是在上市公司的话，早就已经倒了哈。所以它是用后代子孙来负债。那么你如果说是因为你的成本提高，所以你被迫必须要调高，那我觉得大家都还能够承认，能够原谅。可是各位你要知道哦，现在国际上面煤的价格也好，天然气的价格也好，都已经回到了俄乌战争之前了，都已经回到了2022年2月24号之前的水准。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候突然说啊，这个成本也提高，那个成本也提高？没有，天然气的价格也没有调高，煤的价格也没有调高，他就吃定了说我现在涨价，然后引发的民怨，等到2026年选举的时候，对不起，大家都已经忘记了，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涨，否则的话呢，他会承受不起。但是这里面的涨有合理的跟不合理的。好，比如说合理的是说呢，它因为长期的电费结构的问题，所以它确实是需要做一个合理的调整。这件事情我一贯是主张同意的哈。但是不合理的地方是它的很多的这一些亏损，就是来自于不合理的能源结构。我举一个例子来看啊，他们自己其实有去估算，因为它现在每一度电大概平均啊可以卖大概3块多。平均每一度电卖3块多，那这里面当然不同的发电来源，它的成本结构就不同。最低的其实就是核能，那核能每一度电呢，它的成本现在大概是1块左右。换句话说，如果你的一度电是用核能，它可以赚2块钱，至少去弥补其他的这些亏损。那它一年呢发电量是2500亿度，它现在呢核电只占7%，我现在假设哈。它如果能够提高到20%，也就是如果500亿度都是用核能，那你这500亿度就可以赚1000亿进来，那差别就非常的大哦。因为每一度电你就可以赚2块嘛，你是不是就可以弥补很多其他的成本，比如绿电的成本的上升啦等等的。另外，你跟绿电所签的这个不合理的合约，我们应该可以有一个全民检视的一个机会啊。因为你是独占事业，所以你这里面如果你慷慨，然后呢去花钱，然后累积了非常多绿能的富豪，可是由我们来买单，那我们当然不接受啊。所以至少这2件事情是可以让整个的台电的亏损其实得到合理的一个解决，而这个亏损一旦降低到了一定程度，
行政院的拨补也好，或者是你适当的调整工业发电的这个电价，大家也觉得还蛮合理的。可你现在不是啊，你全部都要让消费者或是纳税者或是后代子孙来买单。我们现在呢，就是用这3种人去弥补他不当政策所造成的亏损。好，我简单补充能源政策。我赵大哥，我在内湖南港的科学园区，最近外商开始来澄清，说如果涨价后，对于台湾最麻烦的事情，他不知道执政党的能源政策跟 ESG 要怎么配合。他们发现现在太多人打着 ESG 的广告，成为绿能的蟑螂。其实这会影响外商来投资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涨价是一件事情，台湾的能源政策要说清楚才是关键。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总咨询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女主角婷飞也在现场啊。韩国瑜今天邀请3个党团总召协商，哦，那1个小时没结论哦。国民党说那就照议事规则，国民党要说我们坚持议事规则。民进党呢，说呢有潜力要校正回归啊。这个柯建铭说以前也曾经发生过啊，那这个大家就协商一下就好了啊，不能让我们都不咨询啊等等哈。然后呢，这个到底这个陈亭妃那天在现场，因为他把这个口质询改成书面质询，然后改成书面质询呢，后面的这个罗明才也不在场，所以基本上就念一直念过。立法院议事规则说不在场，我念3次就跳过就没有质询权了哈。亭妃到底怎么回事？说在这件事情，我刚好那个国民党总召也在这里哈，可以证明真的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这几天哈，全部我觉得国民党的委员呐哈，某一个委员哈，实在是搞不清楚状况哈。我就说，后脑勺还没有长眼睛哦，所以其实我今天早上这个就特地把我当时候哈，这个从在大概11点40，我从这个门走进来哈，这个文化侧门走进来，然后呢，这个其实王宏威委员坐在刚好走道的前面，所以他实在是看不到我，因为我就在后面走过去哈，然后一路走到我这位置，我的位置在后面，所以我今天就是把这个还原，然后呢，议事人员看到我到的时候，就马上咚咚咚咚咚，然后来跟我讲说，这个因为可能没有办法支援，因为中午这个我们韩国院长要接待外宾哦，所以只能质询到王宏威。那基本上我们这种重视国会外交的，讲到这种接待外宾，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反驳，我们就说 OK， 那我就直接改书面哦。所以我在当下就直接口头改书面，而且还请我助理赶快在12点以前都确定，在报道处都确定是书面哈。跟大家强调，我不是临时改书面，是当下我就改书面了哈。那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我就说大委员了哈，就基本上就是一直咬着我说，我就没有在现场。我说，基本上我进来，警卫的看得到，议事人员看得到，连韩院长都看到了。怎么可能？你今天因为你的后脑勺没有长眼睛，没看到我，你就说我不在哈？那今天我就说要求要调监视系统嘛，就是监视器画面，所以这个是我很珍贵哦。这个我没有再去把它放大，或者我又怕说这个大委员又说我捏造的哈。这一张是我完全在朝野协商里面哦，这个我们的议事组做的行政报告里面，他说这个11点45左右呢，陈亭妃委员进入议场，所以大委员。我有在议场哈，不是你说的我没有在议场，我不知道躲到哪里去。议事人员作证喽，然后呢，也确实因为我有拿了一张，这个是我因为要调换秩序，一定是要签名，我跟邱颖委员的签名哦，我们2个是调换秩序，而且他们当时候议事组人员也是把这样的一个秩序，然后去询问了主席说可能他中午真的有事，今天主席也说确实他中午是有事，有一个行程哦，所以基本上他给了议事人员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议事人才跑来跟我讲说，哇，委员没办法，你没办法咨询。那
基本上我们都会互相尊重。韩院长也说，确实他有看到我，副委员也、副总召也说，所以这个部分还原了真相，还原了。所以我在12点，而且这里面有写哦，其实在我除了口头直接说书面以外，议事组非常慎重，在12点10分到15分。就已经跟我办公室再一次确认是书面，所以我是在这个口头之后12点10分，议事组再跟我办公室确认，说我不是临时，所以这个部分要澄清。所以你这是一部分了哈，那你改成书面以后，接着这个就议事组要去通知，他应该有他通知了没有？他必须通知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可以早通知，但是你没有早通知，造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时间序没有办法接替。而且，其实跟我的部分应该是说，罗明才委员第一个咨询，然后他赶不及，造成说哇，他没有办法在现场，然后去直接表达他自己的这15分钟或30分钟的一个表达。假定说这个议事组要去，假定说韩国瑜没事中午。然后呢，你就继续书面咨询，他会咨询到什么时候？没有，我就是中午。你用口头咨询会用中午的时间，是不是？对，就到12点半。那然后罗明才什么时候上来？他一样就是下午第一个。他下午第一个。对。那你现在改成也是他下午第一个，那他没改没变啊，所以其实完全都没变啊。罗明堂有解释啦，他当时赶不到，所以他也改了书面。对啊，他这个两个书面这个事情，其实我再把它还原一下了哈，周大哥，因为这2天已经闹了整整这个国内沸沸扬扬，我必须要强调一个事情啊，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我们身为国会议员，就是承载了2000多万乡亲的民意，来这里监督什么？监督中央政府。我们是民意机关，就是监督行政单位嘛。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闹剧。因为轮到你，你就该去质询。那你如果改成书面，或者是因为民进党立委，我不是说你啦，民进党立委常常30分钟的总质询，他要改成15分钟，或者改成书面质询。变了，这个一直会调动调来调去，秩序就会大乱。所以，如果我们回顾到监督的本质，国会议员本来就应该监督这个行政单位，大家都善用自己难得的半年才一次30分钟的质询权，你应该好好的去善尽你做国会议员的责任。但我们看到现在一大堆的自我减半啊，民进党立委自我减半，或者是完全改成书面。这个说实在，让整个不止时间序大乱，而且我们要特别强调，今天我们是在监督政府，而且要国会能够阳光，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立法院不是行政院的立法科，好，不要科员当久了，因为自己真的是科员，我们就是要质询这个行政单位，不分党派都一样，好，所以不应该去把自己的质询权把它放水掉了。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协商，我一直很坚持。好，这个事情议事人员有没有通报的责任？今天也讨论出来，有议事人员不再通报，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对呀。好，就你该去质询，你就该去质询。那因为立法院就是3次唱名不到就离开。那今天当然柯总召你也知道嘛，柯总召是这个民进党任命的第16位大法官哦，天天在立法院。哇，这个不得了！每一天呢，话最叮当，这过去了，我来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哈。那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他今天是希望说能够校正回归，这怎么校正回归嘛？那如果说这样子的情况，我们没有照议事规则走，今天你念过了以后，你还可以再回头，以后只要大家敢吵敢闹，你通通可以回来重新再来一次，那不得了！那有委员会，我们一堆委员会经常就跳过去了，那委员会。今天结束以后，下午来闹，那是不是明天再重新再来一次？所以一定要照议事规则走。我们一直很坚持，要照议事规则走，即便是要有意思表达。民国85年曾经发生过完全一样的事情，在刘崇藩院长的时候，我们把那个过程也找出来了，公报也找出来了，就说好，那大家维持朝野和谐，好，有一个各自表述的机会，一个人2分钟，好，就一个党2分钟。好，各党上去各讲2分钟，把这个事情跟社会交代清楚。好，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折中。好，但是要回到说啊，他们没有咨询到的可以重新来，这个整个立法院全部乱了套。
大家都不知道议事规则走，那以后天下大乱了。第二个，这过程当中的对抗，我觉得过程当中的对抗是很麻烦的。好，因为这边说韩院长为什么中午不让我咨询？因为明明那个时候到中午12点就是王宏威咨询。哦，没有，我是上午，没有，总召，所以因为是你从后面换到前面的，没有，我们当下就已经换了，所以对，早上就换了，本来是你在早上就换了，然后换到早上，但是那个时间点就是要拖过12点的话，因为我们今天讲个实在话，陈建仁院长70多岁了，他中午一定要吃饭，一定要休息啊。那本来12点以后，我们立法院本来就是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这议程规定本来就是这样。那过去是说，你刚好在压线在12点以前，可能5分钟、8分钟，可能11点52分、55分轮到你，好，那院长如果没有意见的话，会让你质询，然后可能拖到12点，好，3分、5分、8分，然后把它结束，好，因为这个过程其实都很简单，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在这里讲。没有，因为王宏威的咨询已经到12点07分。没有，对啊。其实我们过去的惯例就是说，上午他议事公告的上午就是会当大家都质询完，所以大家去看过去游锡堃院长都质询到12点半，甚至是王金平院长也都让大家就是上午的都质询完，因为大家都会在现场等，所以我当下我也尊重说，议事主人员来跟我讲说，哇，这个韩国瑜院长要接待外宾，我说 OK， 好，我就改书面。我今天要强调的是，我在现场，而且我在等待质询。那当然有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调整，我觉得 OK。可是国民党不能去扭曲说什么改书面。刚刚总召有说改书，这改书面与不书面跟这一次的整个事件毫无关系，这个风波毫无关系。因为第一届这个早就已经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把它做得很清楚啦。今天是国民党执政，我想陈天辉委员排除万难，上山下海都会来质询绝对不会改成书面。我要特别强调，没有，今天是韩院长，我其实可以直接说我要质询啊，我是尊重我讲实在的啦，真的不用讨论这些细节啦。所有做过立委的人，赵先生也在这边，我在这边，谁没有被因为自己时间被跳过去的都有嘛？对不对？大院的质询也有，那个委员会的质询也有，你难免嘛。那你发生了这个事情，你摸摸鼻子，本来就是自己的错啊。那这件事情的离奇就在于说，你是自己的错，你没有准备好，你还要赖给别人，你赖给别人呢，1天闹不够，还要2天，还要3天，还要扩大，还要搞黑韩产业链，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我就讲市议会的情况，市议会都是小组质询。我在市政府的时候，市议会一组4个人来，结果他们没有办法全部到齐呢，没有来的人照样不能质询啊，这本来就是正常的啊。所有的议事规则，立法院也一样。这个市议会也一样，没有说主席要自动等你。唯一一种情况，赵先生，你也了解。如果民进党他们有派一个委员在现场，通常是不分区，在那边看状况，然后发现自己的人都没有来，马上提临时动议，请院长说院长休息10分钟，那院长才能裁示嘛。他连值班的立委都没有，对，他连值班立委都不去，我很怀疑洪申翰一直咬着这个议题不放。陈亭妃，我认为你没问题，我认为洪申翰有问题，到底他是不是那个该去值班没去值班的不分区立委？我觉得你们回去党团问问看。好，就算不是洪申翰，你总要有个人。韩国瑜是主持人呢，下面没有一个人举手说报告院长，我提案休息，他怎么能自己说要休息呢？基本上陈亭妃这边没问题，因为他已经到中午就结束，就算他口头质询也是到中午就结束。现在问题出在下午嘛，那下午就罗明才本来口头变成书面嘛。那理论上你下午要质询都要在那边等才对呀，你随时会有状况。那你没有去，那罗明才突然改成书面，下面人就不在，而且连7个就跳过了，8个，这个太离谱。不，他是骨牌上一个结，因为觉得说你会质询30分钟，我30分钟以后再来，我现在可能忙别的事情了哈，这个是有可能的哈。
只是你也要因应这种突发的状况嘛。那万一有个委员在路上发生事情，车子抛锚来不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你不能那么假定说，我原来排定2点半，我就是轮面台2点要3点，我只要3点来，2点55来就好，就没问题。那出了状况怎么办？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嘛，就出了状况了。那到底该怎么办？那现在怎么解决呢？没有，我们就很坚持，一定要照议事规则走。好，这个绝对没有所谓校正回归。好，既然已经结束就结束了啊，接下来就是后续该执行的人继续接上去，就这样子。对啊，这段该过去就是过去。谢龙介是什么意思呢？谢龙介说，国民党定调，民进党不向韩国瑜道歉就免谈。那如果道歉就恢复吗？没有了，这是我们的委员个人意见，还是一个想法。谢龙介的个别主张。没有，因为过程中啊，把海野骂得很惨。好吧，这个因为有7个民进党立委咨询不了，当然他们也很气了，等了半天啊。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得在现场嘛。啊，当然现在大家有人批评啊，说为什么质询的时候只有他，其他人都不在呢？因为质询的时候只有他有权利质询，别人不能插话，也不能反对。当然我们也曾经发生过曾经发生过，王老在议会在立法院有人在质询呢，旁边人反对骂他说你乱讲这样，但是他只。议会有发生过，你乱讲不是这样，那主席就会制止了，所以就是说，这是他的时间，对，等到你的时间再说啊。就是所以这点也是经常看到一个委员在质询，满朝文武官员坐在前面坐得满满的，大家觉得奇怪啊，怎么其他委员不来呢？因为来也没用，来也你不能插话，主要变成这样。来分析。我觉得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我不能够理解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在这件事情上面，居然还见笑登修 key， 他其实第一时间就立刻做了手板，你看到没有？他们没有办法在议场立刻的发声，可是可以立刻做手板，然后呢去指责说，哎呀，是不是韩国瑜去喝酒啦？是不是韩国瑜又想要落跑啊？他想要早点下班啊？等等等等的，其实自己的失职，然后可以去怪到韩国瑜身上，这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不过我觉得今天有几个关键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就是你人不在现场啊，但你不管我觉得陈亭妃委员他现在所说，他只是委屈，觉得说今天下午的这个顺序不是他该第一个，他应该是早上的最后一个，而不是下午的第一个。这件事情啊，不管是怎么样子去看待，第一，每一个立法委员他们的助理，其实在质询之前，他都一定会往前面去找3到4个立法委员，他们的助理去问说，你们的委员大概会问多久的时间，然后呢，情况大概是如何？怎么可能会发生说，然后陈亭妃委员已经在中午已经是要改书面质询了，可是下午他的同党同志完全都不知道。好，这是第一个，他们那就是底下的这一些立法委员的助理个个不合格。第二个，现场本来就要有值班的立法委员而且通常都是不分区的，因为不分区没有要跑地方行程的问题，所以对他们来说，能够坐镇立法院，尽管无聊枯燥，可是这是你做不分区的职责啊。那请问一下，当天民进党的应该要轮值在现场，然后随时控制场面。至少当你看到说，一个一个唱名，然后都没有到的时候，你可以立刻举手说，主席，那么权益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休息15分钟？然后我们可以立刻，你党团就要立刻通知所有的这些立法委员到现场啊。现在有一样东西叫手机，其实还蛮方便的。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会在现场连一位民进党立法委员都没有，一位都没有哦。好。但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我不太明白说为什么民进党立法委员到现在还要闹，因为呢，这就是一个从民众的观点来看的话，这就是迟到。因为你就是下午排定了要质询，你不管你自己时间，你想说我3点钟到或什么，但你其实提早到这件事情对你总是一件好事，更何况所有的立法委员的研究室距离议场其实真的是1-2分钟就可以走到的。这个大家跑，我没有当过立法委员，但是我跑立法院新闻蛮长的一段时间，那都是可以到得了的一个距离。好歹你现场可以其实协调很多的这一些其他的立法委员帮你来赶快先稍微的休息一下。那我今天就好奇的是，如果这件事情它的是非功过如此的明白，你知道网络上面真的一面倒。我看到有一家网络上面的媒体，他过去其实我会觉得他稍微偏绿一点点，那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一份民调，压倒性
就认为说迟到的立委没有话可说的，占了95%。然后认为说应该要就是韩国瑜太急了，然后居然可以没收立法委员的质询，只有5%哦，是非常一面倒的哦。因为我觉得民众的心情很简单，就是付了你们高薪，你还敢迟到，那还敢在这边大声嚷嚷。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民进党越闹下去，他越不利。当然了，我也在想哦，就执政党的立委哦，做起来平常心说哈，那个辛苦。就是趣味真的不大，没成就感。对，我如果是执政的委员哈，我拍你马屁没什么好拍的，选民恶心，觉得我很恶心。我骂你，那都是同党的，骂你骂久了，搞不好那个你的支持者还来围剿我，对不对？所以弄了半天，那你叫我做什么？因为我们跟内阁制国家不同啊，内阁制国家是那些部会首长就是国会议员，就是执政党议员，是大牌议员。所以政府的政策就是我做的。现在我们这个制度，政策谁做的呢？政策是那些官做的。那些官有没有选举呢？也没有。我们选举替政党打天下，把这天下打下来，他在做官，他做的政策也不跟我沟通，对不对？政府做好了跟我讲，哎，这是我们政策，你要支持。所以这个执政党委员，我平常心讲哈，选的很辛苦，选上以后呢，真的是哦。很多时候，那如果说你胆子大一点可以啊，但你太大哦，搞不好又被他说我开除你党籍哦，我要这个党籍处分哦，你怎么会反对我们政府做的事情呢？不是有些委员也被警告吗？哦，所以真的是哦，这个我们这个制度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个制度了哦。来，建豪，你们在野党比较好做，你知道对不对？当然，国民党会不会守场子？有我们反正就值班的这个制度啦。其实今天也没有啦，今天这个最严重的就是说这一次就是2个都没有守，所以那个罗明才也是来不及。罗明才其实他那时候已经改书面了嘛，他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常觉得说，真的如果被跳过了，一般来讲，我们过去当过民代，当立委当第一次的，但是在议会里面有时候被跳过，大家就真的就摸摸鼻就算了。因为其实开会没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民众的观感，我们先不管所谓立法院的默契啦、内规啦什么有的没有，按照议事规则，按照民众的观感，大家都决定2点半开议，理论上该质询的委员要坐在那边等。我们退一万步讲一件事情，万一罗明才今天有到，假设他有到，他如果真的是讲5分钟讲完了，那后面不是还是一样没来啊？所以有这个问题嘛？所以你本来就该到，该去准备，就该去准备，那不要回过头又去把这事情炒大。我真的觉得这事情炒大，对民进党的立委真的没有什么帮助。好吧，这个柯文哲最近发给党员一封信啊，那到底怎么回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柯文哲给党员信写些什么？我们看一下。一场蔡柯会后，正反声浪都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发出这篇党员信。写道，因为蔡英文希望就4项议题和民众党合作，而这些本就符合民众党理念，我没有理由不对话。至于为什么过去8年民进党完全执政的时候不做，就留给人民评价。其实当下台湾社会不能和谐的最大症结，在于执政的民进党各种双标作为。先说赴约心路历程，再骂绿营，或许也是因为从会前到会后，党内到粉丝都有不同意见。你不敢面对你自己的跳票，你找人家进去干什么？想要帮你背你留下来的烂锅。主席去以前，我知不知道？知道，我知道。有问过你意见。这一种放话的对媒体的这种做法，我这个早就在我的预料当中了啦。我只有2个字，叫做不耻啊！自曝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反应。不过后来黄国昌也说，蔡总统终于想到在野党是好事一桩。形式上面大家提供不同的看法，那基本上我们是赞成的就是促进政党的沟通。没有党内路线不同调，但会后有网友笑称，这情人节对象真特别，还有人质疑，难道是被摸头了？柯文哲才向支持者喊话。其实柯文哲主席习惯在一段时间就会寄党员信，跟党内来进行意见交换。而信件的内容大概都会提到最近发生的重大议题，不会只针对个案。寄党员信过去也有过，一边和支持者沟通，一边保温柯文哲的政治声量。好，那么柯文哲呢发个信给党员说，我没有理由不跟他对话而且呢，他们当时蔡英文说，希望就劳保年金改革、提升国防预算、强化社会安全网、政党沟通平台来谈话。我再讲一次，蔡英文8年前刚当选，我就讲说，蔡英文只要做到2件事，历史上就会有好的评价。第一个，两岸和平；第二，两党和解。对啊，
政党沟通平台，他那时候就可以做了。8年他都不做啊。那他现在要做，他现在做干嘛呢？他现在位置下来的是赖清德当总统啊，对不对？那赖清德要不要沟通呢？赖清德是同不同意蔡英文呢？那你蔡英文是业主代跑，是帮他铺路呢？都搞不清楚啊。所以就很奇怪啊，8年做了不做这些事情，劳保年金改革干掉军公教年金时，就是要搞劳保年金啊。但是因为劳保1000万人呢，不敢动啊，这拖到现在啊，那国防预算已经提升了3000亿到6000亿了，社会安全网是到处都破洞啊，那柯文哲公开信说要民进党认错，要改正他的双标作为，那民进党会改吗？我才不相信的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也说，民进党是玩两面手法，一边呢修理民众党，你看柯建铭在立法院每天修理民众党，一边呢还要说和解啊，蔡英文说要跟他们和解啊，真的要和解等等啊。那另外呢，这个柯建铭是劝告说，柯文哲你要想想，请神容易送神的，还讲黄国昌了啊，说黄国昌你请来啊，你送很难呐。柯文哲笑说，我找黄国昌是专门对付柯建铭用的，这很好笑。来，佑成，其实这个议题很好玩哦。其实主席发这个信是本来就固定rutin会发，那党内有没有任何的杂音？有，我收到的信里面杂音就跟少康哥刚刚讲的一样，大家会觉得柯文哲一直的主张都没变，希望能够大家和解共生。可是大家会对于蔡英文选择这个时间点要见，会打上一个问号，会觉得难道民进党真的会改吗？刚刚少康哥讲的，然后会对于民众党提出来的相对应的东西，希望他是不是能够具体的回应，这是真的。那大家可能会问说，那你柯文哲干嘛去见？不要忘记大年初一，柯文哲亲自接到他的拜年电话。蔡英文先打给了柯文哲跟朱立伦，不知道他们前后的顺序，但他确实都打了这个电话给这两党的领袖。柯文哲觉得，既然你有这个诚意，我们就跟你听一听、谈一谈。那确实谈完了以后，现在应该是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要回应，不要说刚刚那4大议题啦。接下来你这个司法改革，还有这个 NCC 对台湾的媒体明明都已经败诉了，但是看我们的 NCC 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嘛。这些所有过去民进党答应台湾人民的事情。接下来新的会期，你赖清德愿不愿意跟着蔡英文这一次会面的脚步，展现这样的诚意，而不是说左边会面完，右边再让黄国昌跟柯建铭在那边大吹够，确实会让大家雾里看花，看不懂。这一次的这个柯蔡会哦，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当年的扁宋会哦。那说实在，那时候我们在亲民党呢也深受其苦啦哦，因为很简单，你时机不对了的时候啊，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为什么说？你当时有劝宋楚瑜？我没有见到他，我没办法劝他。但是，据说在他旁边啊，因为我碰到赖岳谦教授，他说他苦劝，但是劝不成。好，那为什么我认为柯文哲跟蔡英文这个见面，在现在这个时候时机非常的不宜，而且这个问题会影响他很大影响2026甚至2028，因为很简单。现在520的内阁名单还没有揭晓啊。你这种时候怎么可以去见呢？对不对？你虽然他不是见赖清德，可是现在蔡英文他是不是会变成传话呢？那果不其然，现在这个柯文哲出来就替蔡英文讲了一个好话，说他有谈到 NCC 问题，就蔡英文说他没有干预，对不对？那你说他们谈了什么各种改革、各种议题，那谁知道呢？谁知道呢？就说这种政治的问题，本来它其实就是很敏感。那你民众党，你如果要走自己的路，你现在就是不能够让人觉得你跟民进党投降或者是求官嘛。这个本来就是正常的操作，那这是一个很关键问题。那更何况，我认为呢，蔡英文跟柯文哲见面，蔡英文还有一个算计，特别是为了他的英系，因为很简单，现在是赖清德上来，不只是新潮流得势，而且是台南帮得势。最近看到的很多的部分都是他用的台南人的，这个廷飞可能就很熟。那新潮流台南帮又得势，连蔡英文的英系也会担心啊，所以他赶快又去拉拢柯文哲。他跟柯文哲讲说，得罪你的是新潮流啊，不是我们英系啊。他也许又要跟他合作啊。所以你在这种时期，你会引发很多政治的想象渲染。
什么，你很可能觉得说我被冤枉的，我被冤枉的。你如果觉得被冤枉，你就不要做容易被人家冤枉的事。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想象哈。其实就算是520之前只剩这样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哈，我觉得现在还是总统。大家看到说在立法院，说真的就是3党过半，每一个主席或是每一个总统的这样的位阶，然后包括他一定都要去接触。那接触之后，他才能够去未来再推动，因为总是这2个月人事虽然被冻结，可是还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行政动作必须要去做的，或是有一些行政过程，我觉得那是只是尽他的本分。我觉得大家不要有太多的揣测，因为马上就已经都是进入在交接小组在做讨论交接的部分哈。我想蔡英文总统只是520之前该尽什么责任就是尽什么责任。朱立伦要不要见？朱立伦松口说，适当时间一定能见，因为同样的也是蔡英文大年初一打电话给朱立伦啊。来，凤青，你觉得？我觉得不用见呢，我觉得要见就见赖清德啊。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啊，就是你们见了对我们有什么注意？如果你见只是你们的一场秀，那对民众来讲，秀还看得不够多吗？我们想要的就是见了面就对于民生福祉能够向前走、向前看。如果说在这60天之内，那么蔡英文能够承诺解决一些问题，那也是好事。可是蔡英文摆明了，其实你看到他跟柯文哲提的那个所谓的四大方向，没有一件事情是现在能办，或者就连现在启动都无法启动的事情。那如果是这样见，有什么意思呢？就对于作秀的事情，我觉得够了。政治人物可以不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多所琢磨，就做一些实事。那什么是实事？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如果朱立伦喊话说他要跟赖清德见面，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赖清德他既是准总统，也是党主席，蔡英文是连党主席都不是。我想这个当然见不见都可以啦，但是我想在野党的这个领导人跟总统见面是件大事。我觉得今天问题在于事前没有去特别跟大家沟通说我们这个在野党要去跟总统见面。那如果像朱立伦要见的话，至少现在已经松口，大家都知道，那可能有很多在野党的意见可以透过主席传达给这个总统。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事情就还是回到很现实的问题，蔡英文总统即将要下来了，他就算提到劳保年金改革，2016年开了第1次会，到了现在没有开过第2次，然后你把这个事情拿出来，不就要打自己的脸吗？对赖清德，我是同样的期待啦，两岸和平，两党和解。真的，蔡英文没有做到的，看你赖清德做到做不到。你做得到，历史上就会对你有好的评价；你做不到，到时候你8年或4年会变成一事无成。而且朱立伦如果真的跟赖清德见面，也可以公开见面。对啊，对不对？公开见嘛。主要是公开见的话，那大家的疑虑也会少了。本来就